中国古代的时候啊，春天和夏天一般是不允许处决犯人的，除非是犯了一些大罪，可以立即斩首。那为什么春天和夏天的时候不允许处决犯人呢？想一想，春天和夏天是什么季节？它们是万物生长的季节，而人是自然万物里的一部分，所以你怎么能在万物生长的季节里去处决犯人呢？这是违背自然规律、违背天意的。你可能会问说，那什么时候可以处决犯人？古人有秋后问斩这一说，秋后指的是秋分以后。秋分是中国24节气里的第16个节气，所以秋后问斩指的是秋分过后就可以处决犯人了。因为秋冬的时候，草木都凋零了，动物们也藏起来开始冬眠了，所以这时候处决犯人是可以的。秋后问斩体现了什么？它体现出中国古人对天是非常崇拜的，他们崇尚天道自然。汉代董仲舒就提出了天人感应这一思想。这一思想简单来说就是人与自然相互感应，因为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，所以人们所做的行为必须符合自然规律，不能违背天意。那为什么古人对天这么崇拜呢？因为中国是农耕文明，古人就观察到天气直接影响了作物的收成，影响到它们的生存。但有时候会发生干旱，有时候会发生洪水，有时候会发生瘟疫等等这些不好的事情。由于科学文化的落后，人们无法正确解释这些现象，所以古人就将天视为至高无上的存在，视为宇宙最高的主宰。古人认为，如果你违背天意，违背自然规律，那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。处决犯人除了对季节有规定之外，对时间也有规定。古人有午时3刻问斩这一说。午时3刻大概就是中午11点45分左右。那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间点去处决犯人呢？我查了一下资料，总结出了下面这3个原因。第一，阴阳说。第二，出于人道主义考虑。第三，起到震慑作用。阴阳说，午时3刻，此时烈日当头，人看不到自己的影子，这在当时的人看来是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，而杀人毕竟是件阴事，就算杀的人罪有应得，他的鬼魂也会前来纠缠。在阳气最盛的时候行刑，可以压制住鬼魂。出于人道主义考虑，午时3刻，这时候人的脑袋昏昏沉沉的，容易犯困。这时候处决犯人，犯人的痛苦会相对小一些。起到震慑作用，有一个词叫斩首示众，就是在众人面前处决犯人，围观的人越多越好，目的就是震慑百姓，让他们不敢犯法。午时3刻是大街上人最多的时候，可以吸引百姓的注意，达到震慑的目的。